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宫廷御宴酒180一杯。嘿嘿，你也是穿过来的。给我弹皮鞋。我要验牌。哎呦我去，哥们儿，你这行头可以啊，混挺好啊你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苏小满，21世纪金牌销售，主打一个真诚。虽然目前的工作岗位稍微有那么点偏差。你刚才说你叫马？死丫头，又偷懒，还不快滚回去刷公桶！完了，我的8P 主管来了，我得赶紧蹲。不是，哥们儿你松手，这地儿 KPI 完不成要命的。参见陛下。陛下，此女是异世妖女，来人，押送到太极殿。朕亲自审问。不是哥们儿，你当皇帝了不起了是吧？你刚才还跟我老板，快啊你！我可他妈你个救命！刚刚那个宫女被带走了，那估计凉了。陛下最近脾气可怪了，隔三差五就找人问什么苹果、小苹果。上回有人没接上来，直接被打发去扫茅厕了。这畜生不会是已经开始行刑了吧？啊，是我，门棍儿，你都不认得我了？门棍儿，是你？我不是刷公桶太多出幻觉了吧？真是你这一身穿的，怎么大家祖宗亡亲别，这都不连个不如以上。妈呀，你们怎么才来呀？我这心里跟长草似的，都快想死你了。我给你攒了老说好吃的，这些个玩意儿你再不来，我差点就替您了吃了。您能往这儿瞅，这宝贝我可一直搂着呢。上回那西域老头刚把这玩意儿掏出来，我拿眼这么一搭，立马锅就想到我妈了。这不我妈最爱吃的吗？我这叫嘛？我这叫有心，不像马屁精那姐姐，嘛也不懂，哼，就知道瞎蹦。妈，我好吧，别愣着了，快夸我2句，麻利儿的。棍儿，你真以为妈爱吃这玩意儿？我那叫没得选，我的钱都养你们2个饭桶了，就算是地主家也没余粮了。不过在这破地方，这可是战略级物资，宫廷御宴酒都不如这一口方便面汤。准！你不懂，我传来的这几天都吃的什么？苏州硬馒头、咸透嗓子的腌菜。昨天晚上我做梦都在吃火锅，醒来发现枕头都湿了。我上辈子好歹是个能点外卖的现代人，睁眼成厕所保健小妹了，凭什么？妈，有没有可能枕头上那是口水？哎，不对，你穿成皇帝，天天吃香喝辣的，我天天刷公堂，给屎尿屁当气氛组，咱俩到底谁是妈？这破穿越还搞职场歧视吗？我要投诉！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可爱，能当吉祥物。妈，你长得像个铲屎的。妈，你要是觉得不平衡，我给你封个铲屎官当当。滚！老娘想当太后！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这事儿闹的，太后那岗现在还有人呢。这牛马上班，难道不分朝代吗？合着投胎也是个技术活。这般上的更有被盼头了。这龙床就是不一样，比现代那2万块的乳胶床垫还弹。妈，你醒了，我要去上朝了，你再睡会儿。睡什么睡？老娘现在精神的能跑个李公公，陛下有何吩咐？带他去梳洗打扮，按太后的规格来。不对，比太后还高的规格。这个昨天还满身馊味的刷公头宫女，居然从陛下寝宫里走出来，这信息量有点大。是，老奴遵旨。好好上班，别在朝堂上嚼牡丹。就是你，妈，那叫朝仪，而且我只在御花园嚼。还有，昨晚的账等我回来再给你算。我知道。娘娘，出大
事了！天大的事！慌什么？是我爹造反了，还是御膳房断供了？昨晚那个冲撞陛下的刷公桶宫女，陛下把她带进寝宫里了。今早有人看见她从陛下的寝宫出来，估计这会儿都传遍了。刷公桶的，本宫入宫3年，侍寝次数一个手都数得过来。小子妹子，好厉害的手段！这哪是刷公桶的，刷龙床的吧？娘娘，咱们要不要给他点教训瞧瞧？急什么？你以为这种事需要本宫亲自下场？这后宫里还有一位专治皇帝的人呢。走吧，去慈宁宫，该给太后她老人家请安了。娘娘高明，少拍马屁，把你脸上的幸灾乐祸的表情收一收，太后眼睛可尖着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行了，又来请安，坐吧。以后腮上的东西少抹些，晃得哀家眼晕。是，臣妾记下了。这个老不死的，居然这么说我！太后，臣妾有要事禀报。说，如果是御花园的牡丹又被薅了，这种小事就不用说了，哀家知道是谁薅的。陛下昨夜主动领请了一个宫女。什么？你说陛下主动临幸？可不是嘛！而且太后，您猜那宫女之前是干什么的？弹琴的，跳舞的，刷公桶的。我怎么不知道那货口味这么重？就是，臣妾们哪个不比她强？那宫女奴婢见过，满身酸臭，蓬头垢面，跟逃荒的似的。这头笨牛怎么突然就开窍了？不对，别不是又被人利用了吧？上次有个大臣送他一只蛐蛐，他差点把兵权都给人了。走，哀家去会会他。哎呦我去，这谁呀？长得不赖啊！就是被公桶耽误了，最起码和我之前得有8分像。姑娘底子好，一收拾就出来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上早朝什么感觉？别提了，礼部弹劾兵部，户部说没钱，工部要修河堤，我听了一上午，头都大了3圈。辛苦，当皇帝也不容易啊。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怎么了妈？咱俩都穿到了这里。那马屁精呢？马屁精在不在？我闺女呢？我就知道，妈，你就是偏心那匹绿茶马。昨天晚上刚见到我，今天就……少废话！马屁精到底在不在？是人是马？在呢，他好得很，比你儿子我还好。好得很什么意思？他也传了吗？他传成谁了？别跟我挤牙膏！这，陛下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臣妾什么都没看见。太后您快看看，这大白天的成何体统？肯定是这红玉子故意皇上。不过你们看，那个宫女洗干净了，还挺好看。你是哪边的？这没眼，这不是我妈吗？她终于来了。这头蠢牛找到妈了，居然敢瞒着我，难怪她今天上早朝一直在傻笑。行了，都闭嘴！太后，虎妹子勾引皇上，连衣服都脱了。都退下！从哪儿来的，回哪儿去！太后，这不合规矩。哀家说，退下！恭喜，谢谢哈。你粉底色号挺白的，就是下次别忘了涂脖子。你可算来了，我都等了你好久了。你这个蹭人的姿势，妈，是我，你亲我，我可想死你了。你说他好得很，你没说他现在变成你妈了。你问的是他在不在，又没问他是谁。所以你俩一个当皇帝，一个当太后，就我刷公桶。妈，这个你已经吐槽过了。你给我闭嘴！笨牛，妈好像真气了。都怪你，带着一群人冲进来，把我计划全打乱了。那是关心则乱。要是我晚来一步，你是不是打算自己霸占妈一辈子？我没有，我就是想先独享一天。你们俩嘀咕什么呢？行了，都过来。妈，
你晚上想吃啥？慈宁宫有小厨房。不行，妈在我这吃，我这还有一包方便面呢。方便面有什么好的？妈，我给你炖燕窝。燕窝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有火腿肠。是穿越还是团购的？本宫就不信了，一个小贱婢还能翻了天不成？娘娘息怒，太后今天的态度实在是怪。平日她对陛下横挑鼻子竖挑眼，今天居然替她说话。没错，还有太后看得贱婢的眼神，倒像看亲闺女啊！给本宫查清楚那个贱婢的底细，她叫什么？从哪个宫里出来的？家里还有谁？都给本宫刨出来！不对，我这身体的原主也是个苦命人，生母病逝，被亲爹和庶母送进宫当宫女，在这宫里唯一的念想就是他娘留给他的那块玉佩。妈，一块玉佩而已，我那儿有的是，随便挑。那个不能丢。既然我占了人家的身子，就得替他把念想留住。妈，我陪你啊！我先报的，我先说的。都给我松手！我就回趟住处拿个东西，又不是不回来，你们俩至于吗？那我们跟你一块儿去。停，你跟着我，嫌我不够扎眼是吧？你皇帝不批奏折了，老实在屋里待着，我去就回。敢不敢？看远点，别让妈发现。一堆破烂里，竟然就这个东西值点钱。听说这苏小满还是大户人家的女儿，怎么这么穷酸？跟下人有什么区别？行了行了，人都死了，这会儿估计都去黄泉路了。剩下的这些破烂，你们分分吧。这晦气东西，给我拿去烧了。你敢踩我妈枕头？马屁精！你看他那蹄子！周公公，给哀家把他的欠剁蹄子按住！踩我妈枕头是吧？就按给驴收蹄子的规矩，把那蹄子削了，扔出皇宫！陛下，太后，你看，我就说嘛，我养这辆牛马，关键时刻就是好使。来人，把这双蹄子叉出去！妈，我那句你踩我妈枕头说的霸气不？我那句给他扔出皇宫才是全场最佳。你俩刚才一个被门槛差点绊倒，一个踩了自己裙角的事儿，要不要也邀个功？妈，你跟我回慈宁宫吧，我那地方大，什么都有。我给你封长侍宫女，后宫里横着走。嘛玩意儿就跟你走？妈在我这儿待的好好的，我是皇帝，妈在我这里就是什么？你还能给她封后不成吗？后宫那群女人还不得把马生吞了？那去你那儿就安全了。慈宁宫天天一群嫔妃来请安，闹都闹死了。我那是替你挡的，要不是我每天早上替你受那帮女人的罪，你这会儿早被他们烦得上吊。你替我挡，你那叫替我挡！你上回把3个嫔妃晾在前厅晾了1个时辰，人家跑来我这里哭，还不是我给你收拾的烂摊子？那是他们话太多。再说了，你给我收拾烂摊子，你忘了你登基大典那天，百官跪地等你念祭书，你倒好，趴那儿就开始咀嚼，说这草怎么没味儿？那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？你怎么还翻旧账呢？就翻，我这里还有一本账，要不要我一桩桩给你念？你敢？妈，你说。跟谁？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先留在这里。听见了吗？妈选我了！行了，又不是见不着。白天我去慈宁宫串门，晚上你过来蹭饭，这不就得了？那今晚我就在这儿吃。不行！妈刚说的，你闭嘴！娘娘，那个姓苏的宫女没去慈宁宫，她留在陛下寝宫了，封了2品上仪，今天就在偏殿。贴身还住偏殿，更气人的是，太后娘娘不但没反对，还天天往陛下寝宫跑。有人看见他们3个昨晚一起用膳，有说有笑的。娘娘，这口气不能忍啊！一个宫女再受宠也只是个宫女，本宫就不信她的后台能硬过本宫。走，去御花园
听说陛下今天要路过呢。哟，这不是新晋的苏尚仪吗？见过纯妃娘娘，倒是收拾的人模人样。不过再怎么收拾，也改不了你身上那股子臭味。娘娘说的是檀香，那是陛下殿里的熏香，奴婢天天在那儿待着，难免沾上。好一张例子，本宫是妃，你是婢，按规矩，你见了本宫得跪着说话。宫规第37条，宫女见嫔妃行常礼即可，不必跪拜。莫非娘娘觉得自己比太后还大？放肆！你这么跟娘娘说话！苏小满，别以为本宫拿你没办法。在这后宫里，让一个人悄无声息的消失，对本宫来说不难。娘娘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能从新者库搬到陛下寝宫吗？陛下说了，谁敢动我，他就动谁。娘娘要尝试吗？点心要凉了，陛下还等着呢。奴婢告退。你行，靠本宫的姿色和家世，还斗不过一个宫女。干活呢，吃点点心补补脑。妈，这些奏折写的都是嘛呀？长篇大论，看完也不知道他要说啥。唉，这不就是周报吗？这帮大臣就是喜欢用文言文，核心意思就那几句。你看这个弹劾谁谁谁的，你写已阅读，交吏部查办。这个请安的折子，你写朕安，勿念就行了。妈，你来。妈，你就当帮我加班，我给你发加班费，不对，我给你封大官。陛下，纯妃娘娘求见，说给您带了消暑的冰品。你自己慢慢见，我先撤了。妈，你别走啊！你走了我怎么办？上辈子天天日报、周报、月报，写得我头都大了。好不容易穿越了，还想让我接着写，门儿都没有。行，让他进来。臣妾参见陛下。天热，臣妾特意给陛下带了冰镇西瓜，您尝尝。哎呀，陛下，您看这西瓜又红又甜，臣妾亲手挑的，臣妾为您吃。医生，我的闷罐没事吧？他吃完了一整个西瓜。以后一定要注意，西瓜吃太多了，他这腹泻的有点脱水，再晚来一会儿就危险。以后千万别让他碰西瓜，记住了。拿走，快拿走！陛下，这西瓜是臣妾亲手挑的。竟敢害朕！陛下，这只是西瓜而已。快滚！带着你的西瓜，给朕滚出去！我爹是威远大将军，我堂堂将门嫡女，穿成这样去给他送东西，他居然……娘娘，陛下这脾气您是知道的，他平时对谁都不冷不热的，不是针对您。针对不针对的，本宫已经不在乎了。关键是他宁愿和那苏小满睡，也不碰本宫一根手指头。本宫哪点比不上一个耍公董的？娘娘，奴婢说句不该说的，不是您比不上他，是陛下他被那贱婢灌了迷魂汤。您看太后平时多精明的一个人，不也护着那贱婢吗？这里头肯定有事儿。既然白天的路走不通，那就换个路子。本宫就不信他晚上也能这么硬气。娘娘，您是说今晚本宫直接去寝宫？我就不信一个大活人站在他面前，他还能把我赶出去。妈，今晚我能不能睡你这儿？不行，你是皇帝，睡偏殿像什么话？那你去正殿睡，我给你打地铺。孩子香香马穗，倍儿美。人呢？这么晚了，陛下不在正殿睡觉，跑哪儿去了？哎，你说陛下天天往偏殿跑，图啥呀？谁知道呢？他宁愿去偏殿和宫女睡，也不碰本宫。苏小满，你等着，后宫治不了你，那就让潜逃来治。本宫倒要看看你能不能硬过御史台。马上派人给我爹送信，
让我爹联合御史台那几个老头，弹劾苏小满家世不敬、品行不端、祸乱后宫，再把这事闹大，让满朝文武都知道。咱们这位陛下放着怡后宫的嫔妃不要，天天和一个身世不清白的宫女厮混。娘娘，你别急。苏小满，本宫就不信一个新者库出来的宫女，家底能有多干净。等你被扒得底裤都不剩的时候，看陛下还怎么护。陛下，陛下，老奴有急事禀报。哎呦，大清早的催命呢！陛下，御史台今早联名递了12道折子，全是弹劾苏尚仪的。出身不明，品行失检，祸乱宫闱，这都是嘛玩意儿？反了天了！这宫里的事轮得到他们管？吴管管，更易上朝。今天真要跟这帮疯老东西好好说道说道。妈，你放心，我就是把这龙衣掀了，也不会让他们动。不许掀，掀了正中他们下怀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陛下，臣今日所奏之事，关乎社稷安危、大周国运。新者库宫女苏氏入宫以来，蛊惑圣心，祸乱朝纲，种种恶行令人发指。今日人政部俱在，请陛下容臣一一道来。传苏小满觐见。臣女苏小满参见陛下。苏小满，你赔我男人的命，你还我当家的！我当家的给你赶车，那天路上有个坑没绕过去，就颠了你一下，你就咒他，爱他。他身子本来好好的，得罪了你以后一天不如一天，过了不到半年就没了。你是人吗？啊，大人们，各位大人们，女妇的当家的在苏家赶了20年马车，从来没跟人红过脸。女妇一个人拉扯2个孩子，这日子怎么过啊？苏家，陛下，民妇有罪。民妇当年送苏小满进宫，实在是因为她在家时就行为不检，品行败坏，街坊邻居人尽皆知。民妇也是怕她留在苏家，迟早闹出大事，才不得已出此下策呀。具体些，苏小满在家时做了什么？她从小就性情乖戾，不服管教，11、12岁就学会了巫蛊之术。家里的人但凡得罪过她的，不是莫名生病，就是突发横祸。民妇开始只当是小孩子，不懂事。谁知道他年纪越大越变本加厉，14岁不到就勾引邻居家的公子，半夜翻墙私会，闹得满城风雨。民妇实在没法子，才托人把他送进宫里来，想着宫里规矩大，能管住他。谁知道他进了宫，不但不知收敛，反而更……陈家妹子，是我对不住你。当年你当家的出事，我就疑心是他做的手脚，可我没有证据，也不敢说。今天当着陛下和各位大人的面，我替我那死去的姐姐，替苏家列宗给陈家妹子赔罪了。陛下还有更重要的指控，周家这位后生与苏小满自小相识，他可以证实苏小满品行不端。草民周文才是苏家邻居周家的儿子。苏小满小时候确实跟草民走得很近。他12、13岁的时候，经常翻墙来找草民，有时候大半夜的也不回去。草民那时候不懂事，被他勾着做了些不该做的事。后来他进了宫，草民就再没见过他。13岁就半夜翻墙私会男人，这还了得？这要是真的，那可真是……陛下，以上桩桩件件，秽乱后宫，巫蛊害人，勾引邻里，品行败坏，都还只是他私德不修。臣要弹劾的第3桩，才是真正关乎大周的江山社稷。苏小曼自到陛下身边后，陛下让他批阅奏折，接触军国机密。臣请陛下三思。一个从小研习巫蛊之术、品行如此败坏的人，被不知名势力安插进皇宫，
日日接触朝廷最机密的奏折军报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臣拦截到一封密信，臣怀疑苏小满是敌国细作，他因美色蛊惑陛下，以讨好迷惑太后，目的就是潜伏在陛下身边，窥探军机，操控朝政，图谋不轨。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！她一个宫女批什么苏辙？这事本身就透着古怪。他能在几个月内从一个刷公桶的贱婢爬到2品上仪，让陛下对他言听计从，让太后甘愿当他的跟班，这不是一个普通女子能做到的。若陛下继续留她在身边，假以时日，这江山怕是要改姓了。这句话太狠了，满朝文武的脸色全变了。陛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苏小满秽乱后宫，巫蛊害人，品行败坏，且极有可能是敌国细作。此女不除，社稷危矣。臣请陛下将苏小满收押天牢，交由大理寺会同刑部严审。巫蛊之术，敌国细作，半夜翻墙勾引男人，这帽子扣的比我当年被对家公司造谣的时候狠多了。看来今天这关不太好过啊。陛下将苏小满收押审讯。准了，说大理寺、刑部、内廷司3方会查。即日起，苏小满暂收偏殿，限制出宫。在查清之前，任何人不得动他一根头发。大将军，你最好祈祷你拿出来的证据经得起查，否则污蔑内廷女官、伪造军国密报是什么罪，你比朕清楚。臣所言句句属实，不怕彻查。会查！都给哀家让开！这2天了，他们没看待你吧？都退下！哀家有话跟苏尚仪说。我这2天没闲着，但查到的有限。那个老陈媳妇儿，她男人当年确实是病死的。还有那个周文才，我派人去找他了，估计有人可以把他藏起来了。不过我觉得他无关紧要。他说的那些私情，只要验明正身，就能自证清白，翻不了天。大将军说密信是边境截获的，边境截获的军报，按规矩要经过驿传司登记，兵部存档，才能送到京城。驿传司、兵部全是魏远大将军的人，我们查什么他都知道，这不等于蒙着眼跟人疯吗？不查驿传司，也不查兵部，从外围查。这位是大理寺卿纪文周，这次3方会查，大理寺是主审之一。妈，纪文周是我的人，当年他被人陷害入狱，是我把他捞出来的，他欠我一条命。这次查案，他会帮咱们。密信从边境到京城，驿传司和兵部的存档可以伪造，但有一件事伪造不了。这封信在路上经过了哪些驿站，有哪些异族经手，用什么马跑，花了几天到京。每个驿站都有自己的日志，这些日志一式2份，一份存档在驿传司，另一份留在驿站本地。所以驿传司那份可能已经被大将军销毁了，但驿站本地那份，他未必想得到。尤其是边境那几个又穷又偏的驿站，他可能根本没放在眼里。那就去查驿站的日志。我有个童年在西北做巡按御史，巡按御史有暗访之权，可以让他以巡查屯田的名义走一趟边境，顺路调阅驿站日志，不惊动任何人。派人去西北，快马往返至少半个月。陛下能拖住大将军这么久吗？这个交给我，我明天就装病，装得特别严重那种，太医院全叫来，闹得满城风雨，让所有人都以为太后不行了。大将军忙着打听我死没死，就没空盯着西北了。太后这个方法很有创意。密信这条线最多能证明我的清白，所以还要查别的。大将军说他权倾朝野也不为过，这种人不可能只干过诬陷宫女这一件坏事。如果能查出他别的问题，而且是真正的大问题，那就不光能翻我的案子，还能连根拔起。你觉得他身上有别的事？不是觉得，是必然。一个人敢在朝堂上伪造军国密报来诬陷一个宫女，说明他根本不把朝廷法度放在眼里。这种人会只在宫里耍耍手段就收手吗？那这几天就要多麻烦纪大人了，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，尽管说。装病半个月，咳得我嗓子都快劈了。纯妃家倒是稳如泰山，唉。2条线都有结果了，驿站日志调出来，最近3个月，边境没有任何军报传往北燕，那封密信是伪造的。
那通敌的指控可以推翻了。推翻你的指控够了，但扳倒大将军还不够，因为查驿站日志的时候，我的人顺藤摸瓜发现了另一件事。大将军利用军驿通道，长期向边境传递私人信件，收件地址不是京城，是北燕边境的一个联络点。私通外敌的是他自己。这些年北燕不犯边境，不是因为他防守得力，而是他用军事情报换了太平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哇哦，我去给你找块干布。无妨。苏尚仪这一下力道不轻，看来刚才的分析说到要害了。所以他诬陷我是为了转移视线，趁满朝文武盯着宫女细作的时候，把他自己通敌的证据全销毁。而且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微妙，能证明你清白的证据有了，但能证明他叛国的物证还在边境驿站里。如果先翻你的案子，他马上会销毁一切；如果不翻你的案子，就拿不到搜查他通敌物证的旨意。停！你们俩别打哑谜了。所以现在到底是能翻还是不能翻？不翻，我的案子继续挂着，让他以为他赢了。反正我在这儿住着也挺清静，趁他得意，正好悄悄把边境的物证调回来。我连夜启程。季大人路上小心。等我回来。妈，你刚才拍他胸脯的时候脸红了。热的，今天阴天，那就闷的。你把窗户打开。这大理寺卿一个文官，身材还怪好呢。大理寺刑部内廷司三方会查苏小满一案，现已查明，请大理寺卿季文轴呈报。臣奉命彻查苏小满一案，向将查证结果一一呈报。其一，所谓苏小满巫蛊害人之说，经查谕证人陈嫂之夫当年所患为痨病，医馆有完整的脉案和药方存根，与巫蛊之术毫无关系。其二，所谓苏小满勾结外男之说，经查，证人周文才已供认，威远大将军府管事以50两银子收买其作伪证，供状在此。其三，所谓敌国细作之说，经查，威远大将军当朝呈递的所谓北燕密信，在驿传司事收发记录中不存在任何登记。臣派人赴边境各驿站调取原始日志，日志记载最近3个月，边境没有任何军报传往北燕。这封信是从京城伪造的。写信之人从兵部誊抄过期军报，假冒北燕细作口吻，编造了这封所谓的通敌密信。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本将军伪造的？大将军，你以为杀了兵部文书就能灭口？他临死前留下这份公状，藏在老家的房梁上，详细记录了你在3个月前命他从兵部誊抄军报、伪造密信的整过程，时间、地点、经受人一清二楚。但这还不是全部。臣在追查密信来源的过程中，顺着军驿通道往上追，发现了一件远比诬陷宫女更严重的事。威远大将军利用军驿通道，多年来向北燕边境秘密传递军事情报，换取北燕不犯边境的承诺。另外，北燕联络点的3名信使已被当地官府缉拿，供认受北燕皇室指派，长期与威远大将军保持书信来往。叛国！难怪这些年边境太平无事，原来这他早就通敌了。威远大将军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臣无话可说。传旨！威远大将军勾结外敌，伪造军报，诬陷忠良，数罪并罚，褫夺一切官职爵位，押入天牢，全族3日后问斩。苏家庶母王氏谋夺嫡女家产，勾结人犯，在朝堂上作伪证诬陷，数罪并罚。与威远大将军一案一并处理。苏家满门除苏小满外流放3000里，永不得回京。苏小满，上前听奉。你蒙远受屈半月有余，不但毫无怨言，还主动配合大理寺查案，以身索尔，拖住贼人。这份胆识和气度，满朝文武没几个人比得上。传旨，封苏小满御前上仪，监管后宫事务，品级等同2品大员，赐金牌1面。后宫太监宫女悉听其调遣。臣女领旨，谢陛下隆恩。就你害人！顾娘子在天有灵，睁眼看着呢。当年顾娘子施粥救了多少人？你倒好，害死人家还害人家的闺女！呸！妈，你现在是2品上仪了，后宫归你管，先给我慈宁宫换一批新帘子呗。你慈宁宫的帘子不去年才换的？过时了，现在不流行那颜色。妈，你说是不是？
后宫宫女太监一共400多人，洗衣的、扫地的、端茶倒水的，人数和国际对不上。光御花园浇水的就有8个，浇个花要8个人。可能是花比较多。这是内务府吃空饷的套路，虚报人头，冒领月钱。还有这帮宫女太监排班，全凭主管心情，想给谁排清活给谁排清活，想给谁穿小鞋就给谁夜班，这不就是没有 KPI 吗？嘛是 KPI？ 绩效考核，简单说就是谁干得好，谁拿钱多，谁偷懒，谁滚蛋。你要在后宫搞绩效考核吗？对，400多号人分成班组，洗衣组、膳食组、洒扫组、园艺组，每组设组长1个，月底凭绩效分，连续3个月垫底的调岗或者清退，每年第1的多发3个月月钱。妈，你这难道不是后宫变成了你以前的那家公司啊？有什么不行？这后宫也是一家公司，你当老板，我当 HR。以前我在公司怎么管那帮销售，现在就怎么管这帮太监宫女。大理寺卿季文州求见，说是来禀报上月后宫刑案汇总。圣皇勤整治，需给纳忠良。陛下身为一国之君，当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每日恭省自身，以社稷为重，以万民为念。臣女正在规劝陛下勤政。季大人来的正好，陛下年少有为，正当广纳贤才，励精图治。不是妈，你说话怎么这个动静了？跟庙里念经似的，还是绩效把你脑子累坏了？苏尚仪忠心敬谏，令人钦佩。下官改日再来汇报。妈，你是谁？你是哪里来的妖魔鬼怪？快从我妈身体里出来！笨牛，这都看不出来。妈刚才那是在心仪的人面前突然不好意思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妈被附身了。笨牛，说明马发情了。妈，你觉得季文州怎么样？你看他长得端正，办案利索，又是大理寺卿，正3品，年轻有为。而且我刚才仔细观察了，他转走的时候那腰身、那个肩膀，一看就经受监视，能文能武的身板，你说是吧？还行吧，还行就是很行的意思。妈，你脸又红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刚才假装念经把季文头支走，就是为了不用批今天的奏折，对不对？果然还是我妈太精了。笨牛，你这辈子是没救了。上辈子是牛，这辈子还是牛。我又怎么了？妈，你听我说，季文州每天下朝之后都会走御花园西边的月亮门出宫，那条路上午没什么人，你就在那儿偶遇他。你穿那件新做的鹅黄色宫装，显白，手里拿一本这本《资治通鉴》。他路过的时候，你就假装在看书，然后抬头微微一笑。马屁精，你怎么这么懂啊？妈，我在这都快无聊长草了，都看完3项画本子了，当然比那只笨牛强了。就一次，我帮你梳头。来了，保持自然，深呼吸，假装刚好看完一段路。苏尚仪，小心。多谢季大人，方才踩到裙子了。无妨，《资治通鉴》，苏尚仪涉猎甚广。闲来无事翻翻。季大人刚下朝，今日早朝议了西南屯田的事，散得晚了些。苏尚仪又在这里看书。对，桂花开了，这边风景好。确实好，那季某就不打扰苏尚仪雅兴了。季大人，这位苏尚仪与你倒是真有缘，这几天上朝能碰到，下朝也能碰到，可不是嘛？苏尚仪掌管后宫事务，与我大理寺都有公务往来，碰面是常事。常事，是我们多嘴了。妈，是要成功了，阳光不错，那就是成功了。妈怎么了？这2天心情特别好，走路都带风。昨天他还从门口那个桂花花笑了，从一棵树笑。你说瞎牛不瞎牛？春天来了。嘛春天？都快入冬了。你不懂。最近妈都不陪我了。以前她每天都来帮我批奏折，现在3天才来一次。来了就哼着歌浇花，浇完就走。上回我抱着折追到门口，他头都没回，说自己批。以前他不这样的，以前他都骂我懒，然后帮我批。现在他不骂我了，也不帮我了。这叫少女怀春，你不懂。怀嘛春？妈都多少岁了还少女？多少岁？18，永远18。
季大人又来呈报刑案。今日不是公务，太后召臣进宫，说是慈宁宫的猫丢了，让大理寺帮忙找。慈宁宫没有猫，那大概是太后记错了。既然碰巧遇上了，苏尚仪似乎正要品茶，不知季某可否讨一杯？当然可以。李公公，回宫！皇上这是……你又怎么了？没怎么。陛下，大理寺听季文州求见，说是有要事，想当面禀告陛下。他来干嘛？又是刑案汇总，让他改天再来。季大人说不是公务，是私事。他说想当面跟陛下谈谈。私事？他一个外臣，跟这有什么私事好谈的？不平作为的，就小子大呼看看，父母白字，跟这有什么成见？臣季文州参见陛下。季爱卿，你说有私事要谈，说吧，什么私事？陛下，臣今日求见，是为苏尚仪而来。臣在查案期间，与苏尚仪朝夕相处，身为他的才智与品性所折服。苏尚仪于困境中不屈不挠，于蒙冤时从容不迫，于查案时机智果胆。臣为官12年，从未见过如此刚柔并济的女子。臣对苏尚仪心存仰慕，不愿遮掩，也不愿私下行事。今日特来恳请陛下给臣一个机会，与陛下公平竞争。不行，他是我的人，我说了算。陛下，臣想的是，若苏尚仪也有此心，臣并非强求。那也不行，公平竞争也不行。这个家已经够拥挤了，再来一个往哪儿搁？你睡偏房还是我睡偏房？不行，不行！笨牛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拿着藤条干嘛？这里是御书房，你注意点场合。场合？你刚才在御书房里喊他是我的人，朕说了算的时候，怎么不注意场合？妈养你这么大容易吗？啊！他上辈子天天给你铲屎，给你喂草，你拉肚子的时候你一夜容易吗？这些事儿不能当着外人说。他想谈个恋爱，怎么了？他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对他好、懂他，还能帮他查案的男人，你凭什么拦着？就凭你是皇帝，皇帝了不起？我错了，我同意还不行吗？季大人，让你见笑了。陛下今天皮痒，我刚才帮他挠挠，已经没事了。你刚才说的话，哀家在门外都听见了。追苏尚仪是吧？陛下已经认输了。我没有。季大人，祝你顺利。苏尚仪这个人啊，嘴硬心软，吃软不吃硬，爱喝甜豆浆，怕打雷，最喜欢的颜色是鹅黄色。你有空多来后宫走动走动，哀家给你开后门。多谢太后，臣定不负苏尚仪。你给我等着，我回头就去慈宁宫把你那盆牡丹给浇了。